去接个电话啊！你干什么？你松开！孟楚，我是有老婆的人。不，是前妻。松开！松开！什么前妻？我们俩是假离婚的。可是，在法律上面，你们两个已经不是真正的夫妻了。而且我能感受到，你其实心里很不满意他。你要去哪里啊？找许光明。喂，妈妈怎么了？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你这个骗子，大骗子！小点声，有什么事咱回家说。我就要在这儿说。干什么呀你？这我单位你丢不丢人？你现在怕丢人了？你早干嘛去了？我就是让你们单位的同事都知道，你许光明表面上装的道貌岸然，其实你这一肚子男盗女娼。你闭嘴！回家说去。我不，我就要在这儿说，你放我这。光明啊，哟，这不是小丁吗？怎么回事你俩？白所长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有事要问你呢。许光明说，跟你们合作的那个医药公司有一套学区房可以卖给他，有这回事吗？学区房？不知道。光明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不是，是。编，你就编不出来了吧？你真的是在骗我呀？拿了几张假合同，就把我糊弄得团团转了。我跟你离婚真是离对了，你这个陈世美。什么叫干嘛呀？今天你不在这儿，说出一个子丑寅卯，别想出这个小院儿。我说什么呀？你不都已经知道了吗？你有出息呀，也太有出息了你啊！你居然跑到许光明的单位去闹，哎，你不嫌丢这个脸呐？我丢的是许光明的脸，他是你的男人，丢他的脸就丢你的脸。他自己不要脸。妈，你是我妈，不是他妈，你怎么总向着他呀？因为你太混。对付这种骗子，就不能对他太客气。我说了你不会听的，我说多了你会跟我拧的。但是我倒想问问你，今天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，到底怪谁？怪他？你没有责任的。我当然没有了，要不是他说的天花乱坠的，把我说的糊里糊涂的，我能跟他去假离婚吗？结果呢，全是骗人的，拿了几张假合同就把我糊弄得团团转了。他不是故意的，为什么事先你不去问问清楚呢？再说了，你能不能改改你这个臭脾气的毛病？他不是故意的，是不是他事先跟你说了什么，你早就知道了？哎呀，他说是什么买房子的事情碰到了一些困难，所以他就犹豫再三，他怕告诉你以后你会多心。我多心啊？我现在就是缺心眼的傻子。他在外面有女人，你知道了你还替他撒谎，还说婷婷看错了。要不是我听到你跟梅阿姨在那儿嘀咕，我还被这蒙在鼓里呢。妈，我怎么突然觉得你是跟他串通好的，你处处替他打掩护。我现在怀疑了，你是我妈妈，你应该是许光明的亲妈。那么你跟他离婚的事情，你听我的了吗？我没听，我幸亏没听你的。我现在想通了，离婚是我做的最对的一件事情。
你打呀，你打！你又不是没打过我。你们什么都知道，你们就是把我蒙在鼓里，你们就是把我当成傻子，对不对？沉默以后，不愿再开口。沉默以后，世界安静了。上天让我们相守，为何又走到尽头？曾经的温柔，已经无情地被偷走。离开以后还剩下什么？离开以后就别再回头。幸福的日子我们经过，未来的生活彼此承诺，就让我们的爱当作是最后一次解脱。守着一个人的寂寞，像开不出的花朵，两个人的世界变成无奈的沉默。曾经那快乐的经过，难道就不能回头？曾想对你说，怎么能忘了说再一次拥抱我。你醒了？这什么地方？这是我家呀。你家？不是，你在这儿怎么还会有家呀？我在这儿有家奇怪吗？这房子是我爸爸买了几年了，一直都空着。这次因为你项目的事情，所以派上用场了。怎么样？还不错吧？我怎么会在你家呀？昨天晚上你喝酒喝多了，要不是我的话，你就睡在马路上了。你都不知道，昨晚你吐了好多，衣服上全是脏东西，我都给你洗了，那在那儿呢。那麻烦你帮我把衣服拿过来行吗？嗯，我都给你熨干了。那你把衣服换好吧，我下楼给你做早饭去了。哎，梦竹，昨天晚上
我没做什么吧？我真的什么都记不得了。我可什么都记得。以后这里会一直欢迎你的。你要是累了，想找地方休息了，或者是你想我了，可以随时过来。哦，对了，早上你的手机一直响，我怕吵着你睡觉，就替你关机了。那我下去给你做早饭啦，一会儿见。光明，哎妈，你怎么回来了呀？哦，今天单位有个很重要的会，回来拿点资料。昨天晚上你到哪儿去了？昨天晚上我一直在单位呢。哦，我爸妈这个月底就要来了，到时候你也可以好好休息休息了。你爸爸妈妈要来？对，今天早上起来我给他们打电话刚说好。那他们不是？哦，我妈之前身体是不太好，现在好些了，所以得先跟我爸来看看听听。我知道光明，这件事情一直让你心里很难受。这也怪小雪，她太不懂事儿了。你爸爸妈妈来，丁雪知道了？还不知道。妈，我得走了。嗯。那晚上回来吃饭吧。丁雪也回来吃饭的。光明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3位都是美国施密特公司的代表，他们对你的成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。许光明，不是，哎呀，没想到吧？这什么情况？这是什么情况？我胡汉三又回来了呗。光明，你们俩这是？我跟光明是大学同学，我们是上下铺的好兄弟。结果人家学习好，毕业之后硕博连读，然后分到您这儿来了。我这种学习成绩不好的，就只能出国讨生活了。什么呀你？你现在是他们公司驻中国区的 CEO，给洋人打工。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美国公司高管啊。先坐。This is 许光明 the top technical officer of this institute。你好，你好。Andy Associates。你好。真香。姥姥，我饿了。哦，如果你饿的话，姥姥先给你盛一口饭，好不好？哎，我的乖孩子。爸爸妈妈为什么不回来吃啊？爸爸妈妈他们会回来吃饭的。等你吃饱了，姥姥呢就用保鲜膜把它包起来，等他们回来的时候，我再跟他们热一下吃，好不好啊？怎么样？我听说你小日子过得不错呀。还行吧，凑合吧。哎，孩子怎么样？我记得今年应该上学了是吧？嗯，马上。
我记得你当时一直想要个男孩来着。谁说的？我一直想要女孩。老婆没换吧？废话，当然没有。我谅你小子也不舍得。你老婆那是谁呀？音乐学院的大美女，校花，人长得漂亮，歌唱的又好。谁也没想到，就你小子，跟我们离了。你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刚不久的事儿。为什么呀？行了，别老说我了，说说你吧，你怎么样？跟你汇报汇报。行啊，还娶了个洋媳妇儿，难怪老婆说呢。我这不正做他工作呢吗？想动员他来中国，带着我儿子 Marvin。他今年6岁，应该跟你女儿一样大。你媳妇儿美国人，她愿意来中国？我跟他说了，美国经济不景气，想挣钱来中国。美国经济不景气，还有钱买我们的中国技术专利？兄弟，我知道这事儿你对我有点意见，但是咱们能不能放下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分歧？你这么想，你这个药的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治病救人，对吧？那我们施密特有实力有资源，可以把你的药在全球推广，让全世界有需要的患者能够使用你的药品，这不是很好吗？行了，别跟我扯什么大气了。来吧，欢迎你回来。上哪去了？不是答应的好好的吗？你想故意跟我作对是不是？许光明也没回来吧？妈，我看你啊，这是自作多情。我是在问你，你为什么不回来？你上哪儿去了？我没上哪儿，逛了逛商场，买了2条裙子，1双鞋子，然后约上顾小曼做了个头发，焗了个油，还染了个指甲，好看吗？这就是你最充实的一天啊，挺充实的。我怎么生了你这种不争气的东西？那得问你自己啊，是你生的我，又不是我自己生的自己。哎，昨天你跑到许光明的单位去大吵大闹，我想今天不管怎么样，你该冷静下来吧，想一想补救的办法吗？哎，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过了逍遥自在的一天。你想让我怎么样？低三下四跟他去道歉吗？明明是他的错，是他对不起我。你想不想要这家？不是我想不想，是许光明想不想要这个家。你都做了一桌饭，他来了吗？人家根本就不在乎。我不管他，我在问你，你告诉我，你想不想要这个家？不想要这个家没有关系，我现在带着婷婷立马就走，你信不信？你回来了，怎么不打个电话呀？婷婷睡了。我妈哄睡着了。你怎么穿着鞋就进来了？赶紧去洗个澡吧。昨天我没回来，肯定没洗澡吧？身上都臭了。小姐，你坐，我想跟你聊聊。你说吧。
你觉得咱俩就这么过下去有意思吗？没意思。那你觉得咱俩还有必要这么相互折磨下去吗？我没折磨你。你没折磨我，你没折磨我。昨天你跑到我们昨单位去，天是我不对。你真这么想？我不应该跑到你单位去，让你没面子。我应该给你解释的机会，是我太冲动了。你真这么觉得？昨天的事情，确实是我不对。小雪，你这么说，我真没想到。其实我也有错，买房子的事泡汤了，我早应该告诉你的。但是我知道你是怕我不高兴，我妈都跟我说了。哎呀，其实包括之前的事，我都能跟你解释清楚的。光明，以前的事情，你有你的错，我也有我的错。但是我现在就想问你一句话：你还想不想要这个家？现在，如果说咱俩接下来能一直都像现在这样，我当然想过下去了。只要你别再对我疑神疑鬼的。我疑神疑鬼是因为你老骗我。那我也不是诚心的呀，你都说了，你也知道我是怕你伤心嘛。可事实上你就是骗了我。好了好了，互相认个错，以后改正，听见没有？你能改正吗？我能改，问题是你能改吗？一起改嘛。妈提醒你们一句啊，以前发生的所有事情，一句话都不许再问了啊。光明不是说了吗？房子就不买了，不买就是好事儿啊。明天去把复婚的手续给我办了，好好的日子好好过。哦，光明啊，不早了，妈要回去了。啊。你身上什么味儿？什么味儿？你昨天晚上没回家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在办公室。一个人？当然是一个人。那你身上香水味怎么回事？你说实话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我昨天晚上去酒店。你有没有句实话？一会儿酒店，一会儿办公室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我昨天晚上喝多了，我去酒店睡了一晚上。你说，你是不是跟那个女的在一起？你们是不是去开房了？什么开房？我就是去睡了一晚上。许光明，你还要不要脸？你是不是人啊你？我就不要脸了，我不是人，你满意了吧？你们要干什么？老毛病又犯了。你什么事情你问问清楚啊！问清楚，妈，你问他，你问问他，身上香水味哪来的？他从来不用香水，他解释得清楚吗？一会儿办公室，一会儿酒店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你是不是拿着钱去养小三了？你放屁！许光明，你还记不记得你家里有个老婆孩子？你还记不记得我是谁？我记得，我记得你是我前妻，我记得咱俩已经离婚了。姥姥，爸爸是坏人吗？那妈妈是坏人吗？他们如果都是好人，那为什么总是吵架呢？
王老师说，好人和好人就应该相亲相爱，只有碰到坏人才坚决做斗争。你爸爸妈妈呀，都是好人。那为什么他们总是吵架呢？来，过来。姥姥告诉你一个他们为什么要吵架的小秘密，好不好啊？但是你要替我保密哦。好。假的。假的？因为你的妈妈呀是个演员，她要去北京演一个音乐剧，她扮演的就是一个又生气又失落的母亲。她一直找不到那样的感觉，因为我们的家里是那样的和睦，婷婷那样的听她的话。那是爸爸给她出了一个主意，说我们就假装吵架，他们以后吵得越凶，妈妈就越能找到感觉，那个戏呀，你就会演得越来越好。假装的？就像我和牛牛玩过家家。是，他们就像过家家。妈，这2天都住在哪里呀？在办公室凑合了几宿。妈，这些天你还好吧？你说你不好，我还能好吗？妈，我知道我跟小雪这事让您添堵了，对不起。我明白您是想让我跟小雪再回到从前，可是妈，我们回不去了。为什么？妈，我们俩现在就像是一艘远航的船，而船底已经千疮百孔，都裂缝了，还能再走长久吗？即便今天不离，以后也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。想过没有？沉下去的船上还有你的孩子，孩子怎么办？想过，就是因为想过婷婷，才真正下了决心。而且，我也真的受够了妈，不想再受这个憋屈了。事实上，我也到今天才想明白，我不能一味的再这么让她下去。我越让她，只会让她更加得寸进尺。妈，这些年来你怎么对我，我心里特别明白。我对你没有任何意见。可是我跟她，我真的彻底死心了，真的对不起妈。太自私，都太自私。作为一个孩子的父亲，想没想过一个孩子的感受？下个礼拜是婷婷的生日，打算让她怎么过？
光明，让孩子年年有一个快乐的生日吧。就算妈，求你。你去见许光明了？没错，我见了，刚刚见。你们都说什么了？我还能跟他说什么？你们不是都已经离婚了吗？我能说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这个孩子你是太任性了。人家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你呢？你在家里轻松自在，弄你那些漂亮的衣服，怎么还真打算到北京去混呢你？那我该怎么办？像个怨妇一样，一哭二闹三上吊，天天以泪洗面，像秦香莲似的吗？你去了北京，孩子怎么办？以前生活上有你照顾，经济上有许光明，我什么也不用操心，什么也不要想。现在不一样了，许光明把我给坑了。就我那点破工资，还不够买5斤排骨的呢。我现在得自食其力，我得让自己强大起来，我得让许光明看看，没有他，我照样可以活得很好。小雪，妈想告诉你一句话：成名成家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吧？可7年前我差一点成功了。当时都有经纪人来找我，还不是你们逼我。在说什么呢？你还在说你7年前的事儿？7年前你不是怀孕了吗？你怀了孕，你不踏踏实实在家里生孩子，你想干什么？是啊，7年前不是已经错过一次机会了吗？这次我不能再错过了。这是你说的话吗？啊？这是一个当妈说的话吗？你自己不成功，你怪孩子，你怪婷婷啊？姥姥，不怕啊。婷婷，来，妈妈跟你说。婷婷啊，妈妈明天啊要去北京演出了，你在家要乖乖的听姥姥的话，不然的话，姥姥就要骂妈妈，知道吗？我也跟你说句话，过2天就是这个孩子的生日了，你自己看着办。妈，你真把我当傻子？离婚协议怎么写的，我能不知道吗？你自己打算怎么办呢？这是什么？你自己看嘛。起诉书。我跟法院已经起诉了。前天我特意去问了一下，他们说像我这种情况，胜诉应该没有什么问题。非要闹到上法院的地步啊？已经到这一步了，就要做这一步打算。他许光明无钱，就不能怪我无义。小雪，你们这么做，想没想过婷婷的感受啊？就是为了婷婷。不上法庭，怎么把婷婷的抚养权夺回来啊？但是你不是要去北京吗？万一跟这法院开庭的时间是有冲突的，怎么办？法院会提前通知的，应该也没这么快。去北京也用不了几天。婷婷生日之前，我就会回来的。许光明知道吗？他会收到传票的。真的闹到了这个地步了。是许光明太无耻了，跟我离婚，还想让我净身出户。我就是让他知道，我丁雪也不是好惹的。好，谢谢。来，我来。装好了，咱们就都上车吧。等等我，团长，不是说2点半出发吗？怎么提前了？小曼，你怎么也在这儿啊？
这怎么回事啊？团长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给我冷静点儿！团长，你答应我的，怎么临时就变卦了呢？走了走了。走。我是答应你了，可你答应我的事儿，不也变卦了？谁说变卦了？我让我老公问了，合同马上就下来了。丁雪，都到这时候了，你还把我当傻子？为了这次去北京，你就整出这么个子虚乌有的房子忽悠我？你跟你老公离婚的事儿，恨不得全团都知道了。谁说的？你别管谁说的，我问你，是不是这么回事？走，上车，去机场。哎，薛总，你找张团长吧，他不在。哦，那个，我知道他不在，我来看看你。怎么了？来看我笑话呀？怎么可能呢？丁雪老师，你是我的偶像，我怎么能看偶像笑话呢？是不是？谭老师，我想跟你说，其实这次北京去不成呢，没什么所谓的。正如你们张团长所说，这次去北京只不过是一次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文艺汇演，即便是去了，它也起不了什么大的作用，掀不起什么浪花来。你不用安慰我，我没事，你走吧。丁雪啊，我跟你说，你啊跟小的时候是一模一样，一点都没变。小时候啊，丁雪，你不会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吧？你谁啊？中学的时候，铅笔盒里的毛毛虫，板凳上的胶水，还有总是没有气儿的自行车车胎。你看，你是课桌里的癞蛤蟆，还有你裙子上的红墨水。薛立军，红墨水的事也是你干的？那是老蔫儿干的，不过也是我出的主意。你怎么改名了？现在叫薛一海啊，就是个艺名，艺术的海洋，艺海无涯嘛。就你那草台班子，还艺海无涯呢？我看你的脸皮啊，比小时候更厚了。谢谢丁老师夸奖。哎呀，我知道丁雪啊，你瞧不上我这团队，不过没关系。我想跟你说，现在这个年代，你想出名、成名、成家，他不见得非得在金碧辉煌的大剧院才能够实现。英雄不问出处嘛。薛立军啊，你就别白费口舌了，我还用不着你来指点迷津。那也许我能帮你实现你心中的梦想呢。好了，你快走吧，别打扰我。
你想出名、成名、成家，他不见得非得在金碧辉煌的大剧院才能够实现。换个思路，现在有很多当红的明星歌星，他都有过在歌厅、酒吧、夜场演出的这样的底层经历，啊，英雄不问出处嘛。所以我也希望丁老师你能适时的转变一下你的思维。有句话说的特别的好，条条大路通罗马。你怎么才来啊？你看看，这都12点多了已经。哎呦，不好意思，丁老师，这海城离这儿好几百公里呢。我一接到你电话，我马上把手头的工作全放下来了，没想到还迟到了。好几百公里啊！啊，丁老师，你不会没去过海城吧？我去那干嘛呀？要不算了吧。去那么远的地方，那我不得抛家舍业的？哎呦，丁老师，别，你这不都已经想通了吗？其实你感觉这好几百公里很遥远，但是我跟你说，你家里要有什么事儿，我开着车一脚油门就给你送过来了，很方便的啊！我先把行李给你装进去啊。哎，你等会儿，你要不让我再考虑考虑？哎呦，丁老师，就别考虑了，走，赶紧，哎，上车。谁都不会错过，终于迎来今天这欢聚时刻。好，咱们先休息一下，一会儿咱们再来，好吗？老康，怎么了？想问你一下，老齐的闺女如果打官司，肯定能赢吗？起诉了吗？我还说给老齐介绍个律师呢。那你先说说需要准备什么？这官司没什么复杂的，把必要的材料准备好。法院要进行调解的话，就尽量调解。目的呢，是把不公平的离婚协议条款改过来，而不是为了赌气。还需要什么别的材料吗？房产证明、家庭存款证明，还有家里贵重物品清单，这样在财产分割的时候才不会吃亏呀。还有什么吗？还有就是你闺女的工作收入证明，这是争取抚养权所需要的，证明有独自的抚养能力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项最重要的，就是买这套房子的相关手续证明，必须证明你闺女是被骗的。如果没有证据证明，那就说明你闺女自己反悔了当初的决定，法院一般是不会支持的。怎么样？明白了。上次许光明忽悠你买房子的那个合同，怎么了？啊，人家专家告诉我，你不是打官司要用的吗？已经撕了。
哎，林老师，这就是我的地盘，看见没有？风月无边，名字是不是挺有意境的？就这儿啊？别人歌舞厅都是开在市中心的，你怎么跑郊区来了？林老师，你有所不知啊，你别看这个地方它离市区远，但是呢，工厂多，企业多啊，很多有钱人啊都住在这附近，生意好得很。那我们住哪儿啊？就这后边，走，我带你看看去。我想再多问一遍，是不是真的没有希望了？妈，这话我已经跟你说了很多遍了，这是我们2个成年人共同做出的理智的决定。那我就真的不明白了，夫妻之间就为了多买一套房子，可以闹到这个地步？有没有可能再回去重新过以前的日子？这个问题你应该问小雪。那看来你是铁了心了。妈，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。既然你这么说的话，我也无话可说。但是有一条，财产分配，我有我自己的看法。尽管你们2个是有离婚协议的，但是这个离婚协议对小雪不公平。妈，您的意思我明白。我之前也说过了，我已经尽力了，我会力所能及的多拿出一些钱来补偿小雪。可是那个房子，那是我们单位分的，是小产权，到现在都是单位集体的，所以这个房子我没有办法转给小雪。那我就要用一个不准确，但是不得不说的字：骗。骗？你在骗我们？你不承认？我跟小雪离婚，我们刚开始没打算真离的，我们是为了买那房子。叠翠上场是不是？是，叠翠上场，但是后来买不了了，因为我发现我也被人给骗了。我请你再说一遍，大声地说一遍，买房子是你的主意，你跟小雪办假离婚就是为了买这一套房子，是不是？是我的主意，买房子是我的主意，假离婚也是我的主意。可妈，我们办这个假离婚，就是为了少交点那个首付的贷款嘛，您明白没有？老康，这样做证据行吗？没有剪辑翻录过，没有。那就可以。法院呢会先安排你们走调解程序，这份录音要他第一时间拿出来。我明白了，麻烦你了。老秦，那我就不留你了，你赶紧去吧。嗯，好。哎，回来了啊！哟，哎，家里有客人啊！哈，那个老齐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儿子康健，前2天刚从美国回来。这是我们合唱团的老齐，叫齐阿姨。哦，齐阿姨好。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阿姨。这是要走啊？啊，对。再坐一会儿吧。不了，外边有人等我呢。哦。那我先走。好。嗯。老齐慢走啊。嗯。慢走，老齐。哎。你们的事儿怎么样了？差不多了，我估计我下星期就能把合同给签了。啊。哎，爸，这齐阿姨就是您说的那个她闺女被人骗假离婚的？嗯，就是她，这不招来咨询来了吗？看看怎么通过法律途径解决。啊，对了，她的那个前姑爷就是骗她闺女那个，还是你的同行呢。真的？什么医药研究所的，说不定你还认识。咱们市就一家医药类的研究所，您知道叫什么吗？好像叫什么啊？许光明。许光明啊？这什么地方啊？
这也太闹了吧！你乱起哄啊！我认为啊，最好的回应，观众最好的回应，就是对演员最大的尊重。哎，那个下面跟丁老师出头，丁老师，马上就走。OK， 走。这我就不换了吧？哎，你这身太不像演出服了吧？废什么话！丁老师说不换就不换了，不换。丁老师的舞台经验还不比你丰富吗？那是。不换。好，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。接下来，请大家伸出你们发财的双手，掌声有请出我们这一位非常重量级的嘉宾，他就是红遍港澳台，连续3年登上春节联欢晚会，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文化大使称号的丁雪老师，掌声有请。怎么了？抓紧安排换下一个节目。姐，怎么不唱啊？你这跟观众多热情啊！我做不到，我心里过不了这一关。对不起。接下来请上我们来自广州的钢管舞大赛冠军得主，为我们带来精彩表演。来 ，Cheers！ For a moment. Of course. 算了，你们先聊啊。好。Thank you. 方便啊？嗯？怎么了？没事儿。咱们出去聊会儿。合约都签了，有什么好聊的呀？有点事儿跟你说。来。方明，我觉得你对我有点意见啊。这什么意见？不至于。各为其主，我能理解。能理解就好。哎，我听说最近家里压力挺大的。还行吧。不过你也别太心烦了。离婚协议上抚养权写的归你，法院到时候肯定会考虑的。你怎么知道我们闹到法院去了？我还知道丁雪把你给告了。丁雪他妈找我爸做咨询来着。他们怎么认识的？他们好像是一个什么老年合唱团的团友。啊，难怪呢。老太太跟你爸说什么了？说了不少呢。说你借口买房子办假离婚。说你把丁雪给骗了。那你信吗？别人的人品我不知道，你许光明这么厚道的人，这怎么可能是你做的事儿？这事儿是真的？不会吧？用什么假卖房子骗他真离婚这种事儿，我肯定干不出来。但是，事情走到今天这一步，我也真的是觉得过不下去了。你也不容易啊，兄弟。哎，行了，安全到家了。谢谢。哎，李雪，那个就是那合同的事儿，你想的怎么样了？合同的事，我看要不还是……哎，算了，你还是再想想吧，不着急啊。这你拿着。你这是干什么？不干什么，你拿着用。想收买我？
两码事儿。林雪啊，我还是那句话啊，你想留下呢，我是由衷的高兴；你不想留下，我也绝对尊重你的选择。那也不合适，这个钱我不要你拿回去。哎，林雪，你看你，那再怎么说，咱们俩是同学，对不对？用得着跟我这么客气吗？这么着吧，算我借给你的，你有钱了马上还给我，行了吗？来，就这么定了。那个随时打电话啊，先走了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婷婷啊，妈妈回来了。有没有想妈妈呀？你怎么不叫妈妈呢？变小哑巴啦？怎么回事啊？看着妈妈不高兴吗？妈妈可想你了。妈，婷婷怎么回事啊？你不说话呢？你没有什么话跟妈妈说吗？变得不乖了怎么？这婷婷怎么回事啊？法院的通知书下来了，我找了许光明。你去找许光明了？我不是说我的事不用你管吗？你好什么？我不就是为了你好吗？我说不用你管就是不用你管。许光明就是个混蛋，你跟他讲理，能讲得清吗？婷婷啊，哎，婷婷啊，你怎么把门锁了？婷婷啊，开门，快给妈妈开门啊！婷婷啊，你这样妈妈要生气了啊！婷婷，不能做傻事儿啊！快点！这孩子真要是。婷婷啊，婷婷啊，婷婷，婷婷啊，婷婷，许婷婷啊，许婷婷啊，你躲哪去了？人呢？许婷婷啊，你躲在下面干什么？很好玩吗？你打算永远待在这里啊？你渴了、累了、困了，你都在待在里面，行吗？出来！这孩子这么不听话呢啊！你脏不脏啊你啊？越打越不听话了。哎，你打什么孩子啊？你看看他，把自己搞成什么样子？有你这么管教孩子的吗？出去！干嘛呀？哎呀，出去！干嘛呀你啊？出去！太不像话了！出去！越来越不听话了。别推我，我得教育他。这孩子出去越来越倔了。给我出去！有你这么教育孩子的吗？一进了门打打骂骂的，你这样教育好孩子吗？每次我教育婷婷，你就在边上拦着护着，我怎么教育他？他该听你的还是听我的？为什么你老要指责别人？你问问你自己。我怎么了？这2天你去哪里了？我去北京了，怎么了？你骗鬼呀你！我在电视里头我都看到了，去北京的是人家顾小曼，不是你。哎，你打算骗我骗到什么时候？我的事你就别管了。我怎么叫我不要管了？我非要管。法院都来了，通知书了，都火烧眉毛了，天都塌下来了。你倒好，哎，在外头东游西逛，你哪那么潇洒啊你呀？你女儿天天在家里盼着妈妈什么时候回来，什么时候回来。有你这么当妈的吗？为什么每次出了事情，你都要骂我，都要指责我呢？我不说你，我说谁？好，你说，你说我听，行吗？
婷婷啊，该睡觉啦啊！我跟妈妈在外头谈点事儿，听话啊，自己去睡。你看一看这份材料，我是从户口本上给你复印下来的。很好啊，愿意接受调解，就说明都愿意坐下来好好谈，就有助于问题的解决。原告丁雪，你诉被告许光明以欺骗的手段诱使其离婚，并签订了明显的不公平的离婚协议，因此要求认定原离婚协议无效，并要回女儿许婷婷的抚养权，没错吧？没错。被告许光明，原告的要求你也清楚吧？清楚。那你是否认可原告的说法？也就是说，你们离婚是你以欺骗的手段达成的？不认可。你胡说！原告，注意态度。你既然说对方以欺骗的手段骗你离婚的，那么需要你拿出证据。他还让我签了一份合同。那合同呢？撕了。法官，你不信的话，可以去问他们单位同事。丁雪，问什么呀？我们同事看见的就是你在那儿撒泼骂人。如果你拿不出证据，我就没办法了。你别得意太早。这是什么？他骗我的话，他骗我离婚的话，全都录在里面了。妈妈，这是给你的。世上只有妈妈好，有妈的孩子像哥哥。爸爸，还有给你的。我的家里有个人很酷，他偷流鼻许光明，你别得意的太早。这有什么好得意的？你根本没有抚养婷婷的能力。你有吗？我有啊，我当然有啊，我有我妈，帮我一起带着孩子。丁雪，我告诉你，虽然咱俩离婚了，但是我不想给婷婷带来什么影响，所以婷婷跟着她姥姥挺好的。但我告诉你，我怎么也没想到你会到法院去起诉我。我为什么去法院起诉你？你想过没有？是因为你骗了我，我不能就这么便宜你了。我没骗你。你没骗我吗？我当然没骗你。你还敢说你没骗我？咱们先不说这个，你光考虑你自己的感受，你考虑过婷婷的感受？所以我要把婷婷的抚养权拿过来，绝对不会给你的。从现在来看，婷婷跟着你也不可能有什么好日子过。你不是说婷婷没人管吗？我告诉你，我爸妈下个星期就到。
婷婷一直跟着她姥姥，跟她姥姥最亲了。你爸、你妈、爷爷奶奶，她见过吗？她什么时候见过啊？你还好意思说呀？我爸我妈为什么不来？我爸我妈为什么不来？为什么不来？因为他们不喜欢婷婷，他们重男轻女。咱们现在讨论这已经没有意义了。离婚协议上婷婷归我，你不服气你再去跟法院说去。我当然会了。会，你当然会。一次闹得不够再来一次，2次不够再来一次。你去。